相府嫡女沈昭宁端庄贤淑，品貌出众，朕特册封其为如意郡主，入宫为国祈福3年。恭喜郡主！好，昭宁，还不快谢主隆恩气啊！沈爱卿，你确定那嫡女送去代国和亲？陛下放心，到时候只求陛下赐婚芷兰于3皇子。代国皇帝变态残暴。原来所谓入宫祈福，是让我替长公主去代国和亲。我的亲生父亲居然用我的性命去换庶妹的前程。姐姐，你怎么能为了当郡主隐瞒自己早已失贞的丑事？失贞那是对神明大不敬，为国祈福必定只会遭来反噬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是会连累整个相府的？皇上，姐姐不是有心犯下欺君之罪的，臣女愿意替她入宫为国祈福，求皇上不要怪罪。他这是以为这郡主是什么好东西，抢着要做。妹妹说的对，这郡主还是妹妹做吧。昭宁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才是我们相府的嫡女，只能你来做。皇上，臣敢保证昭宁是清白女子。至于芷兰年纪尚小，还望皇上不要。爹爹，我不过比沈昭宁小了几个月，我看你就是偏心。我知道她是你失散多年的嫡女，所以你才处处偏颇她。可你也不能为了她的前程隐瞒她失贞的事啊！若是因为她一人晦气冲撞了神明，你让我们相府怎么对皇上交代？你即便不想想你自己，也要想相府上下几百条性命啊！岂有此理！沈玉礼，你怎么敢让一个失贞女子入宫？失贞女子被送去代国，若被发现，必定会引起2国纷争。一旦打起来，芷兰，别胡说了！昭宁今年才及笄，好端端怎么可能失贞？你就听爹的，赶紧退下。皇上，臣女没有说谎，不信的话，大可检查一下她的手工纱。手工纱？我不到周岁便走丢了，哪有人给我点？你们看，我早在她回相府第1天就发现了，她就是个不干不净的，如何能入宫祈福？还真的没有。据说她是沈相从山里找回来的，怕不是在山里早就嫁罪人妻了。沈相这是为了让嫡女野鸡变凤凰，故意隐瞒了吧？幸好沈二小姐揭发了，不然等真的册封了，那就是欺君之罪，整个相府都要跟着遭殃啊！昭宁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赶紧和皇上说啊！你明明就是清白之身，是不是？昭宁，要是你娘在天之灵看到你做了郡主，一定会安息的啊！安息？送我去死，还想让我感激你？可笑！爹爹，沈昭宁她怎么就清白了？她连孩儿都有了，你怎么能还为她说话呀？孩儿？你不是说今天要接凡凡回外公家的吗？娘，凡凡想你了。这孩子我根本不认识。姐姐，都这样了，你还想瞒到什么时候？要不是我一早发现了，让人去你以前住过的村子打听，我都不知道你藏着这么大一个孩子。天哪！真的有孩子，这沈昭宁也太不知羞耻了！未婚产子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接受册封，相府这是要完了！你是谁？你怎么可能是昭宁的孩子？你对一个孩子做什么？大家看到了，他那么紧张这个孩子，不就是因为是他自己的吗？你也是的，那么大件事，为何不早与我说？而且我们芷兰从小知书达理，最重要是品行端正，哪点不比沈昭宁要好？你就那么偏心李氏生的是吗？你知不知道这郡主？知道什么？我只知道我们芷兰比她更适合做郡主。芷兰一脸福相，让她为国祈福，可不比沈昭宁好。
不行，这郡主只能昭宁做。昭宁，我知道那孩子不是你的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爹一定会帮你查清楚这孩子到底是谁派来的。你现在赶紧跟皇上说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你一向乖巧懂事，怎么可能做那种丑事？更何况那可是你自己的清白啊，怎么能让妹妹胡说？如果不是我亲耳听见，沈昭宁母亲死得早，无依无靠，她不过是一个自幼在山里长大野丫头，让她嫁给代国皇帝，那已经是她的福气。皇上放心，即便她去代国后回不来了，也无人在意。只是希望皇上能信守承诺，等沈昭宁的花轿一走，就赐婚臣的小女芷兰于三皇子。装的还挺关心我。父亲，妹妹说的没错，我孩子都这般大了，怎么还能入宫为国祈福？我看妹妹比我更适合你。陈玉礼，你不是和朕保证过沈昭宁是符合郡主的人选吗？若是此事你不给朕一个交代，朕让你人头落地！皇上，那孩子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正好养父教过我唇语，这样我马上让人将孩子送走，没人会知道的。至于失真的事，到时候要是代国皇帝发现他不清白了，就说他路上私通就好了。爹，别人都说京城里的人家冬天都烧炭，特别暖和。京城在哪里啊？京城就在离咱村几里路的地方。当年我就是在进城的路上捡到的你。等天晴了，带你京城去，看能不能找到你亲爹。可是爹，你捡到我的地方离京城这么近，我京城的爹为什么找不到我呢？迟早会找到的。我失散的地方离京城这么近，这么多年从未认真寻找过我，将我找回来也不过想用我换沈芷兰一生荣华富贵。你确定还要选沈昭宁？昭宁，还不快来接旨！父亲，你说什么呢？为国祈福，那可是关乎国运之事，稍有不慎，那可是灭国的罪啊！我看妹妹说的对，她比我更适合接旨。臣女愿意。没错没错，沈昭宁回来之前，芷兰就是按照相府嫡女标准养大的呀。她从小学礼仪，学女红，哪样不比沈昭宁强？芷兰一向懂事，也愿意替家中把后续安排处理妥当。这样稳重的孩子留在殿中协助礼仪事务，也最让人安心。殿中安排还未议定吗？看来后续的仪仗已经候在殿外了。罢了，既如此，朕就册封沈芷兰为如意郡主，即日起入宫为国祈福。如意郡主，请随我们去更衣吧。不行，郡主要常驻宫内，臣想带她回去收拾几件她喜欢。沈芷兰接了圣旨，她就该做她该做的事。可是皇上，当初说的不是这样的呀，明明说的是三皇子。看来皇上突然册封郡主，就是为了赐婚给三皇子的，怪不得连长氏姑姑都来了。三皇子可是皇上最看重的，未来的太子妃当然要个好听的郡主名头了。也难怪沈相那么坚持要沈昭宁接旨，原来是为了托举他呢。可惜啊，外面养的就是上不了台面，一点都指望不上。不就是更衣？爹爹你反应也太大了，丢死人了！再说，我现在贵为郡主，有什么衣服穿不上？府里那些就放着吧。老爷，皇上对外宣的可是相府嫡女，可今天册封的却是芷兰，传出去，外人该怎么看待我们芷兰？依我看，不如直接和沈昭宁断绝关系吧。反正他做了那么不害臊的事，也没把你这个父亲放在眼里。断绝关系，正好，我还担心今后知道真相后连累到我呢。你还说？你知不知道自己今天做了什么？老爷，你打我！你居然为了一个野丫头打我！你为了一个和别人生了孩子的野丫头打我！这么多年我替你操持内宅，可
可你心里装的只有那个死了的李氏，不过就是个死人，你还要护着他的孩子。说来说去，不还是因为偏心？还有你，为什么不在外头死了算了，还要回来抢芷兰的东西？若不是你回来，我们一家好好的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送本郡主去哪里？放手！还不放手？信不信本郡主治你的罪？放肆！放肆！放肆！我可是如意郡主，你们这些奴才！爹爹，我不是要嫁给三皇子的吗？可是他们说那顶花轿是出城的，他们是不是弄错了？不知所谓。长公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入宫为国祈福，然后嫁给三皇子的吗？哼，没错，你是要出嫁。你们这些狗奴才听到了吗？还不赶紧给本郡主道歉！等部郡主嫁给三皇子后，我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如意公主沈芷兰即刻起代闽国往下出嫁代国，永结秦晋之好。什么？代国皇帝就喜欢你这种性子烈的。如意郡主，闽国能不能平稳，就靠你了。原来为国祈福的意思竟是和亲。不，代国皇帝生性暴躁，有去无回。我不嫁，我不去。爹爹，娘，救我！老爷，你一早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……现在才知道有什么用？这道圣旨是他亲手要来的。是生是死，让他自己听天由命。我的芷兰，老爷，这可是我唯一的孩子啊！那个昭宁，芷兰她可是你妹妹，她比你年轻，她还有爹娘要尽孝，你去替她好不好？母亲，这可是要去和代国皇帝和亲，我怎么能去？你忘了吗？我已经生了孩子了。没错，不能换。绝对不能换了！要是代国皇帝知道我们送了个生过孩子的过去，以他的性格，我们闽国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刚刚郡主不是一副心系闽国的样子吗？既然那么心系闽国，那便让他去好了。就是，若是去了，相府依旧是我们闽国的功臣；若是不去，那可是抗旨。沈昭宁，你一定也是知道的，是不是？皇上，其实那个孩子根本不是沈昭宁的，可他却认下了。他一定是早就知道了，他才是相府嫡女，让他去才对啊！没错，没错，那孩子不是沈昭宁的，皇上明察呀！你说什么？我以为你偏心李氏的孩子，所以才想出这个法子的。我不就是想让我们芷兰做郡主吗？要不是他突然回来了，这郡主什么时候能轮得到他？可我怎么知道？沈昭宁，你说，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我的手工纱没了，孩子一见到我就喊娘，他就是我的孩子。你现在这么说，不就是为了让我替沈芷兰去吗？是吗？而且你方才还说要和我断绝关系，怎么现在我又成嫡女了？莫非你们只是单纯不想替闽国和亲罢了？凡凡，你说她是不是你娘？凡凡别怕，娘在这儿。娘，够了，赶紧上轿，3日后必须送到代国去。不，我不要！慢着！怎么是他？三皇子殿下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原来他是三皇子。你做什么？
三皇子殿下，我就知道你还记得我。上个月你在春宴捡到我的手帕，还亲手还给我了，谁都能看得出来你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只是觉得那手帕眼熟，你误会了。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昭宁，还真的是你。沈昭宁，怎么回事？你回来抢了我的爹爹就算了，怎么连三皇子都要和我抢？你这个贱人！放肆！你怎么敢动他？什么？不对，沈昭宁才刚回来，怎么可能认识三皇子殿下？怎么可能？昭宁，这是本皇子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原来相府嫡女的孩子是三皇子殿下的，难怪他的手工师没了。这可是大事啊！三皇子殿下，这孩子……昭宁别怕，本皇子说好了会对你负责的。这么久，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你。他看起来像是被下药了。昭宁，后来我回去找你了，可你为何不在了？因为我养父病逝了，我搬了家。不重要了，幸好现在找到你们了。好你个沈玉礼，竟然差点让朕将云儿的救命恩人送去代国和亲！什么？你还不知？沈玉礼本打算让沈昭宁替我去和亲，换你和渊儿的婚事的。幸好你这个蠢货抢着去了。怎么可能是这样？老爷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若是你说了，我怎么……父皇，我要娶昭宁为三皇子妃，还请父皇赐婚。允了。沈昭宁有救命之恩，又为渊儿诞下皇孙，朕即刻册封他为昭宁郡主，赐婚于三皇子为正妃。三皇子殿下，你被骗了，那野种根本不是你的。我娘，那只是我娘随意在路边捡回来的小乞丐。沈昭宁才是犯了欺君之罪的那个，她凭什么可以嫁给你？她这是欺君，应该马上问斩。昭宁说是，那便是。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马上启程，送去代国！沈夫人，我同意你的提议了。今日起，我和相府就这样断亲了吧？昭宁，沈玉礼，念在你过往忠心的份上，此事就此作罢。日后若是再敢胡闹，小心脑袋！昭宁，我来晚了，你受苦了。昭宁不是说了吗？既然已经断亲，那沈相看到三皇子妃，也该恭恭敬敬的行个礼吧。这次就算了，沈相请回吧。三皇子，我知道，孩子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。那你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昭宁，我愿意为了你做任何事，这是我欠你的。而且，
我确实和你……你是叫凡凡吗？我不知道，是那个姨姨让我这么说的。小时候也是这样的，被人捡了又扔，扔了又捡。要不是养父在我3岁那年养了我，我大概现在还在流浪。不如……不哭了，以后你就叫萧书瑶好不好？你冷静一点，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说，赶紧放开赵宁。好好说，你让我怎么好好说？你知不知道我在代国受了什么罪？那个变态，他把我关在地牢里，每天折磨我。我好不容易逃回来了，沈昭宁却在这里过着好日子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什么都有？我要他和我一起死！沈芷兰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你先放下昭宁。放下他！我要殿下和这个野种做滴血验亲，只要验出来不是，沈昭宁他就是欺君，他和我一起死吧！你怎么不敢了？我就知道这孩子根本不是殿下的。芷兰，你在做什么？快放开昭宁，不要再错下去了。错下去？爹爹，你不是说最爱我的吗？你怎么连我都护不住？你知不知道我在代国遭了什么罪？你知不知道？芷兰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换来的。你现在放下昭宁，马上回代国去，不然你会死的。回代国？我死也不会回去的！我要拉着沈昭宁一起死！胡作！只要滴血验亲，就能知道这野种根本不是三皇子殿下的。沈昭宁，我要你和我一起死！怎么可能？原来滴血验亲不是100%对的。将他送回代国。不，我死也不要回去！芷兰，爹爹帮不到你，这样你就不痛苦了。你放心，等爹最对不起的那个人是你，是爹错了。可爹知道，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你母亲死的时候留下的。他死之前都还在念着你，让我等你出嫁就把这玉佩给你。我今天给你送来了。知道母亲心里放不下我又如何？还不是义无反顾的用我的命去换沈芷兰的前程吗？本以为我已经放下了，原来心还是痛的。别看，没事的。算了，何必难过？三殿下，陛下油尽灯枯，身子一日沉过一日，恐怕撑不过这个年关了。老三，父皇，儿臣在。这孩子有福相，和你小时候一样有福相。昭宁，好好辅佐他，朕信你。儿臣谨记父皇教诲，此生不负圣恩，不负殿下。
昭宁，我没有父皇了。你还有我，还有瑶儿。从今往后，我与你并肩，风雨同舟。扶起来。传朕旨意，先帝驾崩，三皇子景渊德才兼备，承先帝遗命，移登大位，举国发丧，丧仪一切从简，各衙门照常理事，不得以国丧为由怠慢分毫政务。臣等遵旨。先歇一歇吧，彻夜操劳，身子会扛不住。你也未曾休息，睡不着。明日诸事繁杂，先帝丧仪，百官朝章程，边疆防务交接，桩桩件件皆需缜密安排，半分马虎不得。朕的皇后，倒比朕这个新帝还要忙碌操心。我精心为你分忧，你倒还有心思打趣我。有你在，朕坐于万里江山，亦无所畏惧。我最爱。皇后，上来。从此往后，山河万里，荣辱与共，君臣同心，生死不离。哎呦！这新帝上任，必是整顿吏治，安抚流民，休养民生，稳固朝堂根基。所言极是。朕令扩编经济大营，增设3支新军，各州府每年秋收之后，抽调青壮壮丁入营操练3月，固我国防，整我军容。陛下，国库常年空虚，连年国丧，民生凋敝。如今大肆扩军练兵，耗费巨金，民力早已不堪重负啊，万万不可！国库空虚，便从朕的内库私产中扣除，朕少吃一口，少用1分，边疆将士便能多温饱1分，家国便能多安稳1寸。母后，父皇好威风啊！现在知道你父皇威风了，回去练字习书，可别再指望他心软纵容你偷懒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若再不来，你怕是又要饿着肚子对着鱼图思虑一整夜。先吃饭，天大的国事也得吃饱了再论。你先吃。如今朝堂安顿，四海无事，边境亦无战乱纷扰，你为何急于大肆练兵，耗费国力？朝中老臣皆私下议论，说你穷兵黩武。昭宁，你以为代国真的就此消停了吗？朕登基不过半年，代国便派遣大批密探潜入我朝边关，暗中打探我军虚实、兵防漏洞。幸亏边关将领警觉，尽数截获，未曾酿成大祸。他们一直在等朕根基未稳，等朝野松懈，名声初定，待到时机成熟，一纸国书送入京城，旧事重提，无非又是索要宗室女子前来和亲维稳，
朕登基之前便立过重誓，朕的后妃、朕的女儿、朕治下山河的每一位女子，此生绝不许再被当作换取太平的物体，远嫁和亲，任人摆碰。可誓言从来不是空话，想要立得住、守得住，手里便必须握有让敌国忌惮的刀兵铁骑。若无实力庇护，所有坚守皆是空谈。你还记得当初金銮殿上沈芷兰争先接下和亲正室的事吗？记得，当时朕在殿后看着，只觉那姑娘太过莽撞，简直是疯了。她不是疯，她只是天真以为郡主封号和亲殊荣是通往荣华富贵的天梯。她从不知那道金灿灿的正直背后是万丈深渊，无归绝境。那时我便在想，倘若当日那道圣旨真的落在了我的头上，你会如何？无论当日是谁接下那道圣旨，朕都会拦，拼死也会拦。朕自幼最是厌恶以女子之身，以骨肉之亲换取山河太平。先帝在位时曾意于将长姐送往代国和亲，朕跪在御书房外彻夜哀求，不肯离去。最后是母妃以死相逼，先帝才终罢此念。从那时朕便明白，真正的太平从来不是女子跪出来换出来的，是将士刀剑杀出来的，是举国铁血守出来的。那臣妾便彻底安心了。我还总怕你哪天改了主意，把我送去代国，换几年山河平稳。你竟敢打趣朕！若是把你送去代国，谁替朕制衡朝堂刁钻老臣？谁伸给姚二叔那些歪歪扭扭的小发髻？松开，松开，饭菜还没吃完呢，别闹了。昭宁，朕日夜练兵，从不是为了挑起战事。朕练兵是为了止战，是为了让代国永远不敢再起进犯之心、和亲之念。若有一日他们再递和亲国书，朕要让他们清清楚楚知晓，我闽国的刀远比他们想象中更快、更利、更不容侵犯。还在御书房处理政务吗？新军弓弩尽数更换顶配军械，代国骑兵冲锋迅猛，我军弓弩必须做到100步之外，可穿铁甲破阵型。银两粮草之事，朕自有办法筹措。你们只需专心练兵、造械、固防。陛下，此番大额军费支出，户部那边定然又要聚众抗议，百般阻挠。让他们闹，闹到朕跟前最好。朕正好翻出去年户部贪墨亏空的旧账，逐一清算。你且看着，朕一提旧账，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无人再敢多言。父皇好厉害，父皇最威风。如何？朕亲手练出来的兵，可还入得了你的眼？勉强过得去，堪堪能看。嘴硬的小东西，朕练这些兵，从不是为了让你观赏，那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代国上下这辈子再也不敢提和亲二字。为了你，为了瑶儿，为了大庆山河所有女子，此生必再受和亲之苦，不必再惧那道催命圣旨。行了行了，一身汗味，别熏着瑶儿。父皇不跟我们一起回来吗？你父皇明日还要练兵，可是父皇好辛苦，今日教场的那些大哥哥也好辛苦，他们不能休息几天再练吗？你父皇说，多练一天就能多护你一天，多护百姓一天。你父皇带着那些大哥哥从早练到晚，刀要磨快了，阵要练熟了，马要跑得比代国人的快，这样等人家再来开口要人和亲的时候，你父皇就有底气说一个不字。他们练得那么辛苦，就是为了别人不敢来要人吗？对，你父皇说，真正的太平从来不是女子跪出来的，是刀刃上磨出来的，是血汗里泡出来的。他日日夜夜守着玉图，磨着刀剑，一寸一寸从敌人手里把太平夺回来。 ，
你看外面，这些人都能安安稳稳的走夜路，是因为你父皇和那些大哥哥替他们把路守住了。那我明天早上给父皇送热粥去，还有那些大哥哥，我让御膳房多熬一锅。好，母后陪你一起去。今日可按时习武操练了？练了，可是师傅说我偷懒，罚我扎了半个时辰的抹布，腿好酸。偷懒便该受罚，规矩不可废。只是你师傅今日下手重了些，明日朕让御医给你送最好的活血化瘀药膏过来，揉揉便不疼了。父皇最好啦！这般安稳温柔、烟火绵长的日子，是我从前颠沛流离、步步惊险时，连做梦都不敢奢望的圆满。娘娘，代国使臣之已入京，现已抵达前殿，传旨请皇后娘娘即刻前往前殿议事。我皇以两国万世安宁为约，特请陛下应允，或皇后娘娘，或公主殿下远赴代国，与我皇缔结秦晋之好。陛下，代国铁骑强盛，兵甲锋利，国力远胜我朝。若断然拒绝和亲，恐激怒代国，引南下战祸，生灵涂炭呐。是啊，陛下。不过区区一介女子，以一人之身换两国数年太平，万民安稳，此乃大义，何乐而不为？诸位大人说的轻巧，区区一介女子，若这个要远赴异国以身食虎的女子是诸位的结发妻子，是诸位的亲生女儿，你们今日还能说得这般轻描淡写，舍得这般大义凛然吗？皇后娘娘此言偏颇，女子和亲古已有之，皆是为苍生社稷让步。若贵国舍不得金枝玉叶的公主，那便请皇后娘娘亲自前往，也是一样能结两国之好。贵国算盘打的倒是精妙绝伦。代国使者，朕今日在此，把话给你，给代国说个分明。朕的后妃，朕的女儿，朕治下的每一位子弟，从来都不是用来换取山河安宁的物件筹码。你们代国若想寻衅开战，朕奉陪到底。陛下可想清楚后果？我代国100万铁骑整装待发，一旦大军南下，区区闽国何以抵挡？你回去告诉你家新帝，既然代国想打，那朕便亲自来打。你决定了？昭宁，代国骑兵素来凶猛彪悍，机动性极强。若坐等他们集结大军南下，我朝处处被动挨打，步步受势。与其被动防御，不如先发制人，趁其兵力尚未完全调动，军心未稳，主动出击，抢占先机。你要御驾亲征？
朝中并非无将可用，但论统筹全局、统帅三军，临阵短断，无人能及朕。更重要的是，朝中老臣看似助战，心底个个畏战怯懦。朕若不去，他们便不敢轻进举国兵力，不敢死战到底。我懂，你安心出征，朝堂之内有我坐镇。昭宁，朝政复杂比后宫所杂，朝中老臣个个老谋深算，心思深沉。朕一旦离京，他们定然会借机发难，刁在于你。你觉得我会任由他们欺负？你忘了，当初我是如何步步为营，将沈芷兰稳稳送上和亲花轿的。我从来都没有你想象的那般柔弱可欺。是，朕的皇后从来都不是寻常柔弱女子。昭宁，倘若此战凶险，我若回不来，你便带着瑶儿远走他乡，寻一处世外桃源，无人相识，安稳度日，护你们母女一生平安。你再这般胡说八道，我今夜便将你锁在寝殿之中，半步不准离开，哪里也不许去。好，我不说了，我答应你，必定凯旋而归。母后，父皇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会的，你父皇这一生答应我们的每一件事情，从来都没有食言过。皇后娘娘，边关大军粮草紧缺，军需告急，臣斗胆请示娘娘，巨额军饷粮草该从何处调拨开支？户部账面现存白银80万两，即刻划拨40万两，全数充作边关军需。另传我旨意，各州府节流今年春税30%，就地折算粮食，由驿站加急押送雁门关前线，不得延误。娘娘不可，节流春税不合朝廷规制，此举坏了朝堂旧例，万万不妥。规矩，如今边关将士浴血沙场，舍命杀敌，以身护山河。你今日与我边谈旧例规矩，若大军粮草断绝，军心溃散，代国铁骑踏破雁门关，直逼京城，你户部这死板规矩，能挡得住万万敌军铁骑吗？娘娘，陛下亲率轻骑绕后突袭，京畿防卫空虚，臣恳请调遣周边驻军入京，拱卫皇城安危，以防不测。不必，京畿大营留守1万精兵，再加皇城3000禁兵，守城御敌绰绰有余。你兵部即刻清点人手，全面检修边境所有烽火台，严防疏漏。但凡边境出现半点敌情，务必半日之内传回京城，贻误战机者，严惩不贷。可若代国趁陛下出征，暗中分兵偷袭京城，你能想到的隐患，陛下御驾亲征之前，早已尽数筹谋导范。京城4门早已加固重修，后城和全城疏9拓宽，防务固若金汤。你若依旧心存疑虑，便亲自带队寻遍全城防务，细致核查。事后拟一份详实折子递上来即可。殿下，江南急报，堤坝决口，3县被淹。当务之急是开仓放粮。流民一旦暴动，派兵镇压才是上策。工部即刻派遣专员奔赴江南，实地勘察灾情堤坝，10日之内必须呈上完整修缮方案，限时完工。户部调拨3万担官粮，即刻发往灾区赈灾。另从皇后内库周取5000两私银，专项用于灾民安置、搭建棚屋、救助老弱。江南当地驻军分出半数兵力，全力协助救灾，疏导流民。若有歹人趁灾哄抢、聚众作乱，就地正法，无需上报，严惩不贷。诸位，还有异议？娘娘，您已经连着5天日夜操劳，未曾安息，身子要紧，稍稍休息片刻吧。歇不得，前方战场迟迟未有新的战报传来，我坐镇后方，一刻也不敢松懈。 娘娘，边关急报！
娘娘放心，陛下吉人天相，此战必胜。走，去看看瑶儿，连日忙于朝政，倒是疏忽了孩子。陛下亲率三军于雁门关外大破代国主力，斩敌3万，俘获代国元帅。代国新帝惊惧求和，割让3城，立誓永世不再犯境。母后，父皇是不是打赢了？是不是要回来了？赢了，瑶儿，你父皇大胜，要回家了。父皇赢了，父皇要回来了。2月风霜，朝堂事态暗流涌动，刁难非议，风波不断，我皆一一扛下，从容化解。山河安顿，君王凯旋。赵宁，你瘦了好多。你也瘦了。瑶儿呢？在宫里乖乖等着你来。他亲手编了花环，特意要留给你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赵宁，我答应你的，做到了。我知道。朕将瑶儿托付于你，此生定要好好待她，护她周全。她心性纯粹，自幼娇憨，若有半分委屈，半点不快，朕定不饶你。到了那边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凡事多思量。舍不得了。辛辛苦苦养了10几年的小姑娘，一朝长大，说嫁就嫁了。你当年便说过，女儿不必用来联姻委婉，只需嫁与心悦之人。如今她得遇良人，满心欢喜，这便足够了。你说的对，只要她开心，便一切都好。赵宁，这辈子能娶到你，是我此生最大的运气。彼此彼此，萧景远。半生风雨，半生相守，万里江山锦绣，人间烟火繁盛，世间万般荣华，皆抵不过怀中岁岁相守的心上人。